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有些人只要一喝水就立刻想上厕所，而有些人却能半天不去一次洗手间。这不禁让人疑惑，喝水后马上小便的人和很久才跑一次厕所的人，究竟谁的肾脏更健康呢？乍看之下，或许有人会觉得那位频繁跑厕所的人肾脏不好，毕竟一下就尿出去，是不是水都没被身体吸收？也有人觉得能长时间不去厕所的人更厉害，仿佛肾脏更强健，可以留住更多水分。但真相真的如此吗？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这个话题，揭开这背后的奥秘，保证让你大呼意外。比方说，在办公室里就有这样2号人物，同事小张一天到晚背不离手，水喝得多，上厕所也特别勤，基本上一杯水下肚没多久，他就得起身跑趟洗手间，同事们笑称他是茶水间常客。而另一位同事小李呢，平时很少主动喝水，一整个上午都埋头工作，不见他去洗手间一次。有同事下午茶时间见他还没离开座位，就笑着说小李的膀胱容量真大，半天都不用上厕所。像小张和小李这样截然相反的如厕频率，难免让人好奇，究竟是小张的肾脏有问题，还是小李的身体更厉害呢？在一般人的观念里，似乎小张那样动不动就跑厕所的多少有点虚，而小李憋功了得，仿佛肾功能很强。但接下来我们要揭示的真相恐怕会颠覆你的想象。首先，我们需要明白人体喝下去的水是如何变成尿液的。水并不是顺着食道直接溜到膀胱，好像身体里有根管子直接通到底那样。事实上，从你喝下一口水到变成尿液排出体外，需要经过一连串复杂的流程。当我们喝水时，水会先经过食道进入胃部，若是在空腹状态，水很快就通过胃进入小肠。在小肠里，大部分的水分被迅速吸收进入血液循环，接着水分随着血液被心脏泵送到全身各处，其中也包含了肾脏。肾脏就像人体内精密的过滤器和调节器，血液流经肾脏时，肾小球会过滤出多余的水分和代谢废物，形成原尿。随后，肾脏还会把有用的养分和大部分水分再吸收回去，只留下需要排出的废物和多余水分，这些就成了尿液。这些尿液滴滴答答地沿着输尿管进入膀胱，暂时储存起来。所以我们喝进去的水并不是马上就直达膀胱并变成尿液，实际上水从入口到变成尿液，短则10几分钟，长则1-2个小时才会完成。有人说空腹喝水5分钟水就到小肠，6分钟就排出尿液，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夸张了。的确，如果人在非常空腹且饮用纯水的情况下，肾脏最快10几分钟就能开始增加尿液的生成。但是一般而言，喝完水后通常要20-30分钟左右，你才会感到膀胱渐渐充盈，产生尿意。如果胃里有食物，或者一次喝水量不多，这个过程可能更慢，可能要1-2个钟头才有明显尿意。换句话说，当你喝水后马上就想尿时，很可能并不是刚喝下去的那杯水立刻跑到了膀胱，而是之前喝入体内的水分已经累积到一定程度，此刻肾脏过滤出来，膀胱达到容量上限才发出信号让你想上厕所。人体是一个精密的水分循环系统，可不是简单的漏斗或水管而已。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光看喝水后排尿快慢，其实很难直接判断肾脏的好坏。你可能想不到，我们2个小小的肾脏其实每天要承担极为惊人的工作量。正常情况下，肾脏每分钟大约能制造出1毫升左右的尿液，一天下来约1400到1500毫升，但这1毫升只是最终的尿液产出。别忘了，肾脏在制造这些尿液时，要从血液中过滤出大量的原尿，再把其中 99% 的水分回收利用。也就是说，我们的肾脏每天要过滤大约150升以上的液体，相当于把人体全部血液过滤了20-30次，才能浓缩出最后那1-2升的尿液。所以当你看到自己一天排出了2公升尿，不要觉得肾脏是不是很偷懒，只处理这点水。实际上，肾脏已经在背后默默地筛选和平衡了100倍于此的液体量，确保身体内环境的稳定。肾脏会根据身体需要，随时调整尿液中水分和电解质的含量。
例如出汗多时，肾脏就多回收点水，少排些尿；喝水多时，肾脏就痛快的多排水，让体内水分维持平衡。这种智慧的调节机制，正是我们身体健康运转的关键之一。那么，为什么不同的人排尿频率差这么多呢？这背后牵涉的因素其实相当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膀胱容量和弹性的差异。每个人的膀胱大小含顺应性，也就是膀胱壁扩张的能力都有所不同。正常成年人的膀胱大约可以容纳300到500毫升尿液，但个体差异很大。如果一个人的膀胱顺应性高，就好比一个容易吹大的气球，装尿时膀胱能轻松扩张，压力不会突然飙升，即使存了比较多，尿液也不会立刻让人感到胀痛难受。因此，这样的人往往可以憋较久才有强烈尿意。反之，如果一个人的膀胱弹性较差，就像一个硬塑料瓶子，一点点尿液进去，膀胱就绷紧，压力快速上升，很快就让人产生尿意，甚至憋不住。天生膀胱容量小或顺应性差的人，自然上厕所就比别人频繁。举个例子，有些身材瘦小或女性朋友天生膀胱比较存不住尿，每次还没装多少尿就想排出，这并非什么疾病，只是生理上的差异。顺带说一句，小婴儿和幼童因膀胱容量小和肾脏调节功能尚未成熟，本来排尿就比成人频繁得多，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此外，排尿习惯也会影响膀胱的实际容量和感受。我们的膀胱其实可以透过后天训练稍微调整容量大小。如果一个人总是定时排尿，甚至尝试每次多憋一会再去，膀胱有时候会逐渐适应储存更多尿液，好比把小水杯慢慢锻炼成了大茶壶。然而，一定要注意适度原则。如果长期过度憋尿，不顾身体发出的信号，可能适得其反，让膀胱壁变得僵硬，顺应性下降。长期忍尿的人，膀胱处在长时间被撑大的状态，反而可能对充盈信号变得迟钝，或者无法正常收缩排空，甚至引发泌尿系统感染和膀胱功能障碍。所以，适度的延迟排尿训练可以增强膀胱耐受，但长期过度憋尿其实有害无益。除了膀胱本身的因素，喝水多少和饮食内容自然对排尿频率有直接影响。简单来说，你喝进去多少水，最后就得以某种方式排出多少水，不是通过流汗就是通过尿液。每个人每天摄入的水分不同，排尿次数肯定不一样。爱喝水的人，或者经常喝茶、咖啡、汤汤水水的人，体内水分多，肾脏就会勤快地把多余水分排出，可能1-2个小时就想上厕所。相反，很少主动喝水的人，全天只喝了不到1公升水，尿液自然会少，可能很长时间都不用上厕所。还有一点容易被忽视的是，食物中的水分。如果一个人饮食清淡，爱吃蔬菜水果，摄入了大量富含水分的食物，比如西瓜、冬瓜、黄瓜、橙子等，这些水分一样会转化为尿液，使排尿次数增加。反之，如果一个人口味很重，爱吃咸香干硬的食物，又不怎么吃水果蔬菜，身体往往处于缺水状态，哪里还有多余的水让你频繁排尿呢？利尿饮料和物质也会让人更频繁跑厕所。咖啡、浓茶、酒精这些饮品都有天然的利尿作用，它们会影响肾脏调节水分的荷尔蒙，使肾脏把水排得比平时还多。有喝过啤酒的人应该深有体会，喝了几杯啤酒后，厕所就跑个不停，因为酒精会让肾脏拼命排水，加上啤酒本身水分含量高，所以尿量激增。一些减肥茶或利水的中草药也有类似效果。总之，摄入带有利尿作用的饮品或食物，就会让排尿次数增加。这并非肾脏出问题，而是外来物质暂时改变了肾脏的排水设定。除了以上原因，身体代谢状况和环境因素也会左右排尿的频率和尿量。比如说，有些人体质新陈代谢快，平时容易出汗，那么摄入的水分更多经由汗腺蒸发掉，通过尿液排出的就相对少一些。而久坐少动、很少流汗的人，排水的主要途径就是尿液。同样喝一杯水，尿量可能就比爱出汗的人更多。气温也是个关键因素。天冷的时候，皮肤血管收缩，身体不太出汗，肾脏会排出较多水分，
许多人一到冬天就觉得上厕所特别频繁，相反，天热大量出汗时，水分都从皮肤跑掉了，尿量就会明显减少，甚至几个小时不尿也是正常的。这种季节性的变化是生理调节结果，并不代表肾脏出了毛病。另外，激素和年龄因素也值得一提。人体内有一种荷尔蒙叫抗利尿激素，可以让肾脏少排水，多回收水分。在夜间，人体会分泌更多抗利尿激素，以减少夜里的尿量，让大多数人可以一觉睡到天亮，不用起夜。如果这种激素分泌节律出现异常，比如夜间分泌不足，就可能导致夜尿偏多。还有一种较为罕见的内分泌疾病叫尿崩症，即抗利尿激素缺乏或肾脏对其不敏感，患者一天可以排出4-5公升以上的尿液，喝再多水都不停地排，很容易脱水。年龄方面，年纪大的人肾脏功能会逐渐下降，过滤和浓缩尿液的能力变差，可能表现为夜尿次数增加。另一方面，男性上了年岁容易出现前列腺增生，前列腺体积变大压迫尿道，也会导致排尿不顺，甚至必须频繁多次才能解干净。而女性因为尿道天生较短，且可能受到妊娠、生育或更年期等因素影响，也比男性更容易出现尿频困扰。这些年龄和生理上的因素都是排尿习惯的变量。最后，不要忽视精神状态对排尿的影响，想想看，你是否曾在大考临近或面试前夕，感觉上厕所的频率比平时高很多，明明没喝多少水，却总觉得尿意频频。这正是因为紧张情绪使自主神经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膀胱受到神经影响变得神经质，稍微有点尿就频频报警。等到考试一结束，压力松缓下来，这种假性的尿急感自然就减少了。反过来说，当人极度专注或忙碌的时候，反而可能感觉不到尿意。一整个下午埋头工作忘了上厕所的情况并不少见，并不是你的身体产生的尿少，而是注意力让你忽略了膀胱发出的信号。可见身体状况、环境和心理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每个人排尿的习惯和频率都有自己的节奏。我们不能仅凭你一天上几次厕所这一点就断定谁的肾脏好坏。了解了以上种种影响因素，我们可以大致描绘出正常排尿的范围。一个健康成年人每天的尿量大约在1000到2500毫升之间，也就是平均1500毫升左右。上厕所的次数白天约6到8次，夜里0到1次。如果你每天喝水约2公升，上厕所7-8趟其实是很正常的生理现象。通常膀胱大约累积了200毫升左右尿液时，就会开始让人有尿意，想找厕所。当然，这些只是平均值，每个人的情况可以有很大差异。如果你一天上厕所的次数比这个略多或略少，自己感觉良好，没有任何不适，也没有其他异常症状，那多半属于你的正常范围，不需要过度紧张。什么情况下需要引起注意呢？一般来说，如果排尿次数出现明显的改变，或者伴随其他身体异常，就值得警惕。例如，你突然一段时间变得尿特别频繁，每次尿量却不多，甚至还出现了尿急、尿痛的感觉，这往往提示泌尿系统可能有感染，像膀胱炎、尿道炎，甚至男性的前列腺炎等，都会因为炎症刺激让膀胱黏膜变得过度敏感，哪怕只有一点尿就催得你直跑厕所，而且常常还伴随尿尿时的烧灼不适感。再比如，中老年男性如果排尿变得断断续续，老觉得尿不干净，甚至每次得站很久才能尿完，可能是前列腺增生压迫尿道所致。这种情况就要及时就医检查。还有，如果你发现最近特别口渴，水喝很多，食欲也旺盛，但体重反而下降，同时白天黑夜总是频频跑厕所，那也要提高警觉了。这种多饮多尿的现象可能在暗示糖尿病或尿崩症等内分泌方面的问题，需要尽快去医院检查血糖或相关激素水平。反过来，如果排尿次数明显减少，甚至几乎整天无尿，而你明明有正常喝水，那就更要当心，因为这可能是肾脏功能严重出问题的信号。急性肾衰竭在少尿阶段常常表现为尿量骤减，甚至无尿。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务必立刻就医。说到憋尿的危害，
这里还有一个惊心动魄的案例值得一提。曾有新闻报道，浙江横店有一位先生因为尿液长时间排不出，导致膀胱被撑到极限，结果在一起身端水盆的瞬间，砰的一声，膀胱居然破裂了。医生检查发现，原来他体内隐藏了20多年的肾结石，堵住了尿路出口，让膀胱里的尿只能进不能出，足足积了超过2公升，相当于4瓶啤酒的量，竟把膀胱活生生撑炸了。当然，这种膀胱爆炸属于极罕见的特殊情况，一般人的膀胱没这么容易破裂，多数膀胱破裂案例是因车祸等外力剧烈撞击所致。不过这起事件也给我们敲响警钟，千万别让尿液长时间滞留在体内，该排出的时候就得痛痛快快排出去，否则后果可能相当严重。其实正常情况下，人一般憋到500-600毫升尿时就会极度难受，根本撑不到所谓爆炸那一步。但就算没撑到那么夸张，长期憋尿对身体的伤害也是在日积月累悄悄进行的。因此回到最初的问题，喝水后马上小便的人和半天不去厕所的人，谁的肾脏更健康？现在答案已经相当明朗了，光凭排尿的快慢频率并不能直接判定肾脏孰优孰劣。肾脏科医师在评估肾功能时，看的是肾小球过滤率、血液中的肌酸酐值以及尿液检验结果等专业指标，而不会单纯问你一天上了几趟厕所。就好比我们不会因为一辆车经常加油就说它引擎不好，或者因为另一辆车很久才加油就说它油箱更大。一样，泌尿系统健不健康，必须综合多方面因素才能判断。如果非要比较这2类人的情况，那更应该看看他们背后的生活方式。频繁跑厕所的人多半是因为喝水多，新陈代谢快或膀胱容量偏小，只要没有其他异常症状，他的肾脏通常运作正常，能及时把多余水分排出体外。其实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取，勤快排尿，反而是保护肾脏的一种方式。水喝得够，尿液及时排空，能帮助肾脏冲刷代谢废物，减少肾结石形成和泌尿道感染的风险。所以那些喝水后很快就上厕所的人，大多只是水分摄取充足，身体调节得当，并不代表肾虚或者肾脏不好。相反，有时这反而说明他的生活习惯比较健康，因为懂得及时补充水分，不刻意憋尿。至于半天不去厕所的人，我们就要打个问号了。如果他是不觉得口渴，也不主动喝水，自然也就没尿意，那多半是日常饮水不足或大量出汗导致尿量偏少。长期喝水太少可不是好事，容易让身体处于慢性缺水状态，不仅血液粘稠度上升影响循环，尿液也会过于浓缩，增加肾结石的风险。肾脏需要有足够的水来帮助排除废物，如果水分太少，废物浓度高，久而久之可能损害肾脏健康。而如果一个人其实喝了不少水，却硬是能憋半天不尿，那多半是强行忍着，这同样不健康。长时间憋尿会让膀胱过度膨胀，久而久之容易引发尿路感染，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尿液逆流，引起肾盂、肾炎、肾脏感染，或者让膀胱的肌肉和神经功能受损。临床上就有长期憋尿导致膀胱壁极度增厚，容量反而变小的案例。这类患者后来反而变成动不动就想上厕所，十分痛苦。可见长时间不去厕所并不值得夸耀，它很可能是坏习惯甚至健康隐患的表现。这里也澄清一个观念，很多人一提到一喝水就想尿，就联想到中医所说的肾虚，其实两者不能划上等号。传统中医里的肾虚是一个较复杂的概念，通常指腰膝酸软、乏力、夜尿多、畏寒等一系列症候，和我们这里讨论的单纯排尿频率并不是一回事。现代医学更关注的是肾脏器质性的功能指标，比如肾脏的滤过能力强不强，尿液检查是否正常等等。如果你只是喝水多，所以尿得勤，没有其他不适和器官损害迹象，一般不需要过度担心所谓肾虚。大多数情况下，频繁排尿只是生理差异或生活习惯所致，和传统概念中的肾阳不足、肾气虚弱没有直接对应关系。当然，如果除了尿频，你还同时出现腰酸腿软、怕冷、夜尿特别多等中医认为的肾虚表现，也可以请中医师调理作为辅助。
但更重要的是先去医院检查，排除真正的肾脏或泌尿系统疾病，以免错失治疗时机。顺带一提，观察尿液的颜色和透明度也是最快速的健康指标之一。正常情况下，健康尿液呈淡黄色透明状，说明水分摄取充足，身体内环境维持平衡。如果尿色长期偏深黄，甚至呈橘黄色，通常表示你喝水太少，身体处于缺水状态。当然，如果你偶尔吃了很多富含胡萝卜素的食物，如红萝卜和南瓜，或服用维生素 B 群，尿液颜色偏黄橘色也是正常的代谢现象。如果尿液颜色发茶色或棕褐色，甚至像酱油一样发黑，可能提示肝脏或胆道出了问题，比如肝炎或胆管阻塞导致的胆汁排泄异常。至于尿液颜色发红甚至带血丝，多半说明泌尿道某个部位在出血，原因可能是肾脏或膀胱中的结石擦伤黏膜，或泌尿系感染发炎，甚至是不幸罹患肿瘤的早期信号。再有，如果发现自己的尿液里总是有很多细小的泡沫久久不散，那就要当心肾脏的过滤功能是否出了问题了。因为尿中持续大量泡沫通常是蛋白质露出的迹象。也许有人觉得，谁会没事盯着马桶里的尿看呢？但其实每天花几秒钟注意一下自己尿液的颜色和澄清度，往往能比等到体检时更早捕捉到身体潜在的异常信号，及早采取行动。其实透过尿液观察，健康并非现代人才有的观念，古人很早就懂得观尿诊病的道理。中国古代医书中就记载了试尿辨证的方法，例如尿色浊如米干被称为高龄之症，也就是今天说的蛋白尿。尿中带血则要警惕癃闭，也就是泌尿道阻塞等等。西方中世纪的医生甚至会品尝尿液来协助诊断疾病，因为糖尿病患者的尿液带甜味，当时这种病被形象地称为泌尿病。虽然这种做法听起来匪夷所思，但也反映出自古以来人们就把尿液视作判断身体状况的重要窗口之一。现在我们有了更科学的检验手段，但日常生活中自己多留心尿液的变化，依然是简单有效的健康监控方法。说到这里，我想答案已经十分清楚了。单纯尿得快或尿得慢都不是判断肾脏健康的可靠依据，真正重要的是你的整体生活习惯和尿液本身的状况。如果你平时饮水充足，排尿规律，尿液呈现淡黄透明，那么即便你喝水后很快就跑厕所，你的肾脏多半也是健康的。反之，如果你长期水喝太少，老是忍尿不排，即使一天只上2次厕所，恐怕也难说你的肾脏有多健康。总而言之，肾脏的健康密码藏在科学饮水、适时如厕和定期检查中，而不是比拼谁去厕所的间隔更长。我们应该养成良好的习惯，给肾脏一个清爽的环境。毕竟，我们追求的不是能憋尿的英雄，而是拥有健康肾脏的肾存者。最后，再补充几个保护肾脏的小建议。首先，要控制食盐摄入。现代人的饮食普遍偏咸，过多的钠会加重肾脏排盐的负担，长期下来容易引发高血压，进一步伤害肾脏。建议养成清淡饮食的习惯，尽量少吃过咸的加工食品。其次，蛋白质适量摄取。蛋白质是人体必需的营养，但其代谢产物，比如尿素氮，需要肾脏来排出。蛋白质摄入过量会增加肾脏负荷。一般人均衡饮食即可，没必要盲目高蛋白饮食。如果因为健身等特殊原因需要增加蛋白质摄取，也一定要相应的多补充水分，减轻肾脏压力。再来，用药要谨慎，特别是止痛药和中草药。肾脏是药物代谢的重要器官，许多常用的止痛药如果长期大量服用，可能对肾功能造成损伤。一些偏方草药也可能含有肾毒性的成分，使用不当会伤肾。因此，任何药物和补品都请遵照医嘱，不要自己乱吃偏方。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定期健康检查。很多慢性肾脏病在早期症状不明显，往往等发现时肾功能已经大受损害，尤其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肥胖或家族肾病史的人，更要每年检查肾功能、验血中的肌酐值、做尿液常规等，才能及早发现问题，及早介入治疗。另外，
戒烟和适度运动对肾脏健康也很有益处。吸烟会损伤血管内壁，减少肾脏的血液供应，而规律运动有助于控制血压和血糖，这些都是保护肾脏的关键因素。总之，爱护肾脏需要从生活中的点滴做起，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加上定期关注自己的排尿状况，才是让我们的肾脏持久健康的长久之道。祝大家都能拥有健康的肾脏，做一位真正的长寿肾存者。